女孩抓起盆里的鸡食，大口塞进嘴里，因为她已经2天滴水未进了。可恶毒的养父母看到后，却对着她骂道：“陈英跟我们作对是不是？一天没给你饭吃，你就来吃鸡食，你成心呢你？”看到这一幕，我想没人能忍住不心疼。这个叫小花的女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地狱，才会把鸡食当成救命的粮食？今天咱们就来重温这部承包了无数80、90后眼泪的经典电影《暖春》。这部电影被4万人打出了8.1分的高分，却也是无数人不敢看第2遍的佳作，因为它太残忍，可又太真实。真实到这个故事仿佛昨天才听过，真实到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2岁那年，小花的父母便相继离世，是奶奶一手把她拉扯大。奶奶给她做的一纸风车，成了她童年里唯一的光。可命运偏要赶尽杀绝，在小花7岁那年，连最后疼爱她的奶奶也撒手人寰。一夜之间，她变成了无父无母、无家可归的孤儿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小花被同村的狗蛋夫妻收养。可这份收养不是救赎，而是另一场苦难的开始。起初，狗蛋夫妻因为不能生育，对小花还多有几分客气。可没过2个月，女人怀孕了，小花瞬间就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累赘。从那以后，打骂成了家常便饭，饥饿成了常态。她每天像个小佣人一样，包揽了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，却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终于在一个深夜，小花趁着养父母熟睡，攥着奶奶留下的纸风车，拼尽全力逃了出去。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只知道只要能逃离那个魔窟，哪怕饿死冻死，也比再回去受折磨强。可连日的饥饿和疲惫还是没能让她撑得太久。第2天一早，村民二狗下地时发现了昏迷的小花，连忙把她拖到了村口。消息传开后，芍药村的村民们纷纷围了过来，看着这个衣衫褴褛、浑身是伤、面黄肌瘦的小女孩，大家窃窃私语，却没人敢上前。村长看着眼前的小花，满心心疼，提出谁收留小花，村里就给补贴。话音落下，人群陷入了沉默。不是村民们冷血，而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过得十分艰难，自己家的孩子都快养不活了，谁又愿意再多添一副碗筷？村长看着一旁沉默的宝珠爹，好心提醒他别再犯糊涂。他太了解宝珠爹了，心软善良，见不得别人受苦。宝珠爹坐在一旁，看着地上昏迷的小花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他这辈子没结婚，独自把捡来的儿子宝柱拉扯大，一辈子过得清贫又辛苦。可他始终坚信，人活着总不能见死不救。长叹一声后，宝珠爹缓缓站起身，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，弯腰将小花轻轻背了起来，一步步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后，儿媳妇香草得知公公捡了个野孩子回来，当场就炸了。她和宝柱结婚多年，一直没能怀上孩子，这是她心底最大的痛。在她看来，公公捡回小花就是故意羞辱她。宝柱爹看着激动的儿子儿媳，只是大手一挥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先让孩子醒过来，有什么事等醒了再说。”此时，小花从噩梦中惊醒，睁开眼看到的却是一个陌生人，恐惧瞬间淹没了她。她像一只受惊的小羊，连忙躲到墙角，双手紧紧抱着膝盖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害怕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奶奶。宝珠爹拿起小花的纸风车，又端来一块温热的玉米饼，轻轻递到了面前。小花看着眼前的爷爷，又看了看那块散发着香味的玉米饼，饥饿战胜了恐惧。她一把接过饼子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眼泪却忍不住一边吃一边掉。吃完饼子，小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他们不让我吃饭，我饿。爷爷，我求你别送我走，我会洗衣服，会做饭，会干很多的活，你每天给我1顿饭吃就行。等小花长大了，对爷爷好。”宝柱爹连忙扶起小花，轻轻抚摸着她满是伤痕的小脸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他蹲下身，温柔地告诉小花，自己不会送她走，以后自己就是她的亲人。从那以后，小花管宝柱爹叫爷爷，管宝柱和香草叫叔叔和婶娘。这个破碎的小家暂时给了她一个落脚的地方。小花的懂事超出了同龄人的想象，或许是从小吃够了苦，或许是太害怕再次被抛弃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主动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，不管多苦多累，从来都不抱怨一句。宝柱爹也格外疼小花，他看着小花总是光着脚丫，脚趾头冻得通红，心里十分难受。他翻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零钱，亲自给小花买了一双新鞋子。看着那双崭新的鞋子，小花的眼睛亮了，
却怎么也舍不得穿。夕阳下，爷爷牵着小花的手，小花光着脚丫踩着泥土，手里攥着爷爷给买的新鞋子，一步步往家里走。可这份温情在香草眼里却成了刺，成了他心底无法逾越的坎。他依旧无法接受小花，依旧盘算着怎么把这个多余的孩子送走。这天，趁宝珠爹下地干活不在家，香草找到了正在院子里扫地的小花，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温柔，说要带她去买好吃的。小花看着香草温柔的笑容，心里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乖乖地跟着香草走出了家门。可走着走着，小花发现不对劲，这条路根本不是去镇上的路。她怯生生地问香草要去哪里，香草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温柔，一把拉住小花的手，用力往前拽。小花拼命想要挣脱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哭喊着要回家等爷爷。香草却冷笑一声，恶狠狠地告诉小花，爷爷不要她了，让自己把她送走。小花哭着哀求，可香草却不为所动。眼看就要走到邻村，正在田里干活的宝柱爹突然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消息，他心里一紧，扔下手里的农具，马不停蹄地朝小路赶过来，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。但好在他还是赶到了儿媳身前，将孩子带回了家，没能把小花送走。香草心里的火气更盛了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小花身上，对小花的刁难也愈发变本加厉。饭桌上，小花怯生生地看着婶娘满是敌意的眼神，迟迟不敢动筷。宝珠爹见状，主动拿起一块饼递到小花手里，可还没等小花咬下去，香草就故意咳嗽一声，语气阴阳怪气地嘲讽小花脸皮厚。小花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再也不敢下口了。宝珠爹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满是无奈和心疼。思来想去，宝珠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和儿子儿媳分家。他要和小花2个人另起炉灶，再也不看香草的脸色过日子。当天下午，宝柱爹就在自己的屋里搭起了灶台。小小的灶台简陋又粗糙，却承载着他和小花的希望。乖巧的小花没有哭闹，也没有抱怨，只是默默地从屋外捡来砖头递给爷爷，还用自己脏兮兮的小手贴心地给爷爷擦汗，说以后自己给爷爷做饭，不会让爷爷饿肚子。可香草的敌意并没有因为分家而减少。这天，小花在院子里玩耍，看到母鸡下了蛋，开心地跑过去捡起2枚，想着留给爷爷吃。可就在这时，香草突然走了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把就打掉了鸡蛋，厉声骂小花是小偷。鸡蛋摔在地上，碎了一地，蛋黄和蛋清溅了小花一身。小花吓得浑身发抖，但香草并不解气，一脚踢在了小花的风车上。不管她怎么求饶，她依旧不为所动，直到风车被踩扁，香草这才转身离开。宝珠爹干活回来，看到哭泣的小花，还有他手中破碎的风车，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他走过去，轻轻抱起小花，温柔地安慰她，说会再给她做一个更漂亮、更结实的风车。小花靠在爷爷的怀里，哭着点了点头，泪水打湿了爷爷的衣襟。当天晚上，趁小花熟睡，宝珠爹就着昏暗的灯光，连夜给小花做了一个新的纸风车。他小心翼翼地折着纸，每一个褶皱都折得格外认真。第二天一早，宝珠爹就下地干活了。小花醒来后，看到床头放着的新风车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所有的悲伤都烟消云散。他只想找到爷爷，给他一个拥抱，对他说声谢谢。时间慢慢过去，看着村里的同龄孩子都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小花满眼羡慕。宝珠爹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知道，只有读书才能让小花摆脱苦难，才能让她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于是他开始悄悄为小花的学费做起了打算。每天下地干活之余，他都会背着斧头上山砍柳条，编成箩筐拿到镇上去卖，一点点攒钱。小花心疼爷爷太过辛苦，于是悄悄跟着爷爷学习编箩筐。虽然年纪小，手也小，编出来的箩筐不如爷爷的结实好看，可他却学得格外认真，每天都主动帮爷爷分担，哪怕累得小手通红，也从不抱怨。爷孙俩就这样靠着编箩筐，一点点攒着学费。日子虽然艰苦，却充满了希望。香草依旧没有放弃送走小花的念头，她回到娘家，让自己的母亲帮忙打听愿意收养小花的家庭。香草妈很快就打听好了，邻村的一对夫妻多年没有孩子，愿意收养小花。这天一早，香草一改往日的刻薄，笑着对小花说要带她去骑自行车兜风。小花从来没有坐过自行车，抵挡不住诱惑，小心翼翼地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。小花举着爷爷做的新风车，笑得格外开心。她以为婶娘终于接受她了，可她不知道，
这份短暂的温柔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香草骑着自行车一路朝着邻村的方向疾驰而去，直到来到陌生家的门口，小花才恍然大悟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她紧紧抓住香草的衣角，哭着哀求婶娘别送她走，说自己要回家找爷爷，还说自己喜欢婶娘。香草狠了狠心，一把推开小花的手，转身就要骑上自行车离开。小花哭着追了上去，一边追一边喊着要回家找爷爷。崎岖不平的小路让心慌意乱的香草一下子摔倒在地，自行车压在了他的身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小花见状连忙停下脚步，飞奔到香草身边，拼命想要移开压在香草身上的自行车。前来领养小花的夫妻看到这一幕，也不忍心再强行将小花留下，最终香草还是把小花带回了家。这一次小花被吓得不轻，就连在睡梦中脸上还挂着泪水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。保住爹看着熟睡的小花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经过这件事，香草暂时打消了送走小花的念头，可他对小花的态度依旧没有好转。不久后，保住得知父亲每天砍柳条编箩筐攒下的钱全都是要给小花当学费的，他心里顿时不满起来，找到父亲大声抱怨，说一个女娃家家的不用读书，给口吃的就行了，还说小花到底不是亲生的。保住爹看着儿子一时间语塞，他只知道小花聪明懂事，不该一辈子困在这个小村里，不该重复自己和保住的命运。他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，哪怕自己再辛苦也要让小花读书。其实保住爹心里也清楚，他对小花的疼爱早已超出了普通的怜悯，他早已把这个苦命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。而小花的聪明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她从来没有上过学，可每次看到村里的小女孩在地上写字，她就悄悄站在一旁看，久而久之竟然学会了不少字。有一次保住爹看到小花在地上写自己的名字，字迹虽然稚嫩却工工整整，他心里满是欣慰，更加坚定了要送小花上学的决心。这天上午，小花烙了一些玉米饼，突然提出想要给叔叔和婶娘送一些过去。保住爹看着小花，忍不住问她，婶娘以前那么对她，不恨吗？小花摇了摇头，单纯的说自己不恨婶娘，婶娘那天没有狠心把她送走，心里还是有她的。听到这句话，保住爹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小孩子的世界从来都没有仇恨，他们的善良纯粹得让人心疼，哪怕被伤害过，只要对方有一丝善意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原谅。保住爹点了点头，陪着小花一起来到了保住和香草的家里。小花端着烙饼，一脸真诚地递到保住和香草面前，说这是自己烙的，还有大米，自己和爷爷吃不完，送来一些。那一刻，保住和香草的脸瞬间红了，心里满是愧疚和自责。那天晚上，夫妻俩双双失眠，小花的身影还有她那句我不恨婶娘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盘旋。第二天早上，保住出门下地干活，看到小花正在院子里喂鸡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主动对着小花笑了笑，让她别太累了，歇一会儿。这是叔叔第一次主动跟小花说话，还是笑着跟她说话。小花欣喜若狂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。她丢下手里的鸡食，飞奔到田里，找到正在干活的爷爷，激动地喊着爷爷，说叔叔跟他说话了，还对他笑了。保住爹看着小花兴奋的模样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眼里满是欣慰。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总有一天保住和香草会真正接受小花，会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爷孙俩的努力下，小花的学费终于攒够了。上了学后的小花格外用功，每天上课都认真听讲，放学回家后就一边帮爷爷编箩筐，一边复习功课。他知道自己能有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，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。每次考试，小花都能考第1名。他拿到成绩单的第一时间，总会飞奔回家递给爷爷，开心地说自己考第1了。看着小花优异的成绩单，保住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所有的辛苦和疲惫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。为了能给小花攒更多的钱，让她能安心读书，保住爹更加拼命了。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柳条，哪怕天气不好也从不间断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保住爹上山砍柳条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小花放学回家，发现爷爷还没有回来，心里十分着急。她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，拿起一张塑料布就冲进了山里去找爷爷。山路湿滑，小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喊着爷爷。终于在一条陡峭的山坡上，小花看到了爷爷的身影。爷爷背着一捆沉甸甸的柳条，
正颤巍巍地往前走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和头发，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缓慢。突然爷爷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，背上的柳条也散落在一旁。附近干活的村民听到小花的哭声，连忙赶了过来，一起把保住爹抬回了家。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爷爷，小花泪如雨下，一直守在爷爷的床边，不停地呼唤着爷爷，说自己再也不调皮了，再也不让他上山砍柳条了。村民们看着这感人至深的一幕，也纷纷红了眼眶，有人悄悄抹着眼泪，感慨保住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。或许是小花的呼唤起了作用，或许是爷爷舍不得丢下小花，在小花一声声肝肠寸断的呼喊中，保住爹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虚弱地说自己没事儿，还能陪小花读书，陪她长大。保住看着躺在床上虚弱的父亲，心里满是愧疚和自责。他终于明白父亲这些年来的辛苦，终于明白父亲对小花的疼爱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牵挂。他决定好好照顾父亲，好好对待小花，再也不抱怨，再也不自私。香草看着躺在床上的保住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趁着保住去给父亲买药，悄悄让保住顺便带点生孩子的药，还说听说吃100只蚂蚱能生出胖小子。保住觉得这是无稽之谈，随口答应了一声就出门了。可他不知道，一旁正在写作业的小花却默默记住了这句话。于是从那以后，每天放学，小花就会背着一个小瓶子跑到田里山上给婶娘抓蚂蚱。附近的蚂蚱太少了，他就跑到山的那边去抓，每天都跑得满头大汗，有时候甚至会跑很远的路，直到天黑才能回家。有一次他因为抓蚂蚱回来晚了，保住爹心里十分担心，以为他逃学贪玩，忍不住责骂了他一顿。小花被爷爷责骂，心里十分委屈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哽咽着解释自己没有逃学，是去给婶娘抓蚂蚱，想让婶娘生出小弟弟，这样婶娘就会喜欢自己了。说完，小花从书包里拿出10几个装满蚂蚱的玻璃瓶，一个个摆在地上。那是她这些天辛辛苦苦抓来的，是她对婶娘最纯真、最真挚的祝福。香草看着眼前的蚂蚱，看着小花黝黑的小脸，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小花见状，连忙擦干眼泪，安慰婶娘说：“蚂蚱吃完了，自己再去抓，直到婶娘生出小弟弟为止。”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狠狠扎在香草的心上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这些年来，她一直被生不出孩子的耻辱困扰着，一直把怨气撒在小花身上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个小小的孩子承受了多少苦难，却依旧保持着纯粹的善良。第二天一早，保住爹回到家，就看到保住和香草在院子里忙碌着。保住在杀鸡，香草在切菜，脸上都带着久违的笑容。保住爹心里十分疑惑，保住笑着解释说，从今往后一家人还在一张桌上吃饭，再也不分家了。自己特意做了丰盛的饭菜，陪他和花儿好好吃一顿。香草也转过身，脸上带着愧疚和温柔，向保住爹道歉，说自己以前太自私刻薄，不该刁难小花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小花和他。小花放学回家，看到院子里忙碌的叔叔和婶娘，还有满院子的香味，心里十分疑惑。香草看到小花，连忙走过去，亲热地拉住她的手，把她领进了屋。当小花再次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红色衣服，衬得她的脸蛋格外红润。小花摸了摸身上的新衣服，眼里满是惊喜和不敢置信，小声问婶娘：“这新衣服是给她的吗？婶娘还要走吗？”香草看着小花纯真的眼神，心里满是心疼，温柔地说：“衣服是专门给她做的，不会有人跟她要走。”小花兴奋地跳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穿上新衣服，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暖。晚饭的时候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。这是小花来到这个家以后第一次和叔叔、婶娘还有爷爷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饭桌上，保住拉着父亲的手，诚恳道歉，说自己以前太不懂事、自私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父亲，好好照顾小花。香草也拿起一个5颜6色的纸风车，递给小花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以前不该踩坏她的风车，这个是特意给她买的，以后再也不欺负她了。”小花接过风车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哽咽着叫了一声婶娘。婶娘，花儿，以后不叫婶娘，叫娘。一声清脆又哽咽的呼唤从
从小花的嘴里喊了出来。那一声娘包含了她所有的期待、委屈和幸福，也包含了她对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的珍惜。那一刻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，泪水交织在一起，有愧疚，有自责，有感动，更有幸福。不久之后，村长得知了保住家的变化，也得知了小花的遭遇，他心里十分感动，于是在村里组织了一场募捐，希望能帮保住家减轻负担，也帮小花凑够更多的学费。虽然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可在保住爹和小花的影响下，村民们心底的善意纷纷被唤醒。有人捐了半碗粮食，有人捐了几颗鸡蛋，有人捐了几毛钱，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一碗碗沉甸甸的粮食，都带着村民们最真挚的善意送到了保住家。时光飞逝，一晃14年过去了，那个曾经苦命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在爷爷的疼爱和村民们的帮助下，小花努力读书，最终考上了大学，成为了芍药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很多人都以为小花考上大学后会离开这个小山村，去大城市过更好的生活，可小花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敬佩的决定。毕业后，她回到了芍药村，成为了一名乡村老师。她要用自己的知识回报爷爷的养育之恩，回报村民们的帮助之情。她要让更多像她一样苦命的孩子能有机会读书，能有机会走出大山，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述到这里，感谢您的陪伴。再动人的解说也终究只是电影的影子。我是紫薇，希望下部电影我们还能在这里相遇。